大少爷，小六在学校被军方扣押了。动我妹妹，立刻封锁元帅府，今晚去喝茶。二少，陈家军方带走了小姐。陈家是吧？天凉了，让他们家族的产业全破产了。韩医生，陈家小姐需要急救，但林小姐被他们抓了。通知全星际医院，对陈家断供一切医疗资源。老大，妹妹被军区大牢关起来了，老子的妹妹也敢碰，这就去拆了军方大牢。不好意思啊，本图谣上面有5个恶魔哥哥，你们惹错人了呢。亲爱的宝宝，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妈妈已经出发去找你那5个养父，请不要记挂我给你留下5个宝贝哥哥，他们会照顾好你的。看来你的领养家庭没有派人来接你，亲爱的林小姐，不要沮丧。今天并不是你一生中最难过的一天，因为以后的日子有可能更糟糕。我谢谢你啊。你真是太蠢了，西亚公主怎么会允许有人的地位比她高？你之前的所有测试都是我们安排的，目的就是让你在圣驹评选现场丢尽脸面。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是超 A 级吧，小菜鸟？重来一世，我不想重蹈覆辙。至少这个家看起来很有钱，有住的就行，不饿肚子就行，家里都是正常人就行。林小姐，祝你好运。如果遭遇威胁和虐待，可以随时拨打磁性管理委员会电话，会有人来救你。有人吗？我是计划有变，跑！晚上好，尊贵的小姐。从现在开始，您是燕西家族第6个孩子。您的上面有5位哥哥，他们亲切地给您起好了昵称，叫老六，相信您一定会喜欢。我喜欢你奶奶个腿！好的，管家先生，我的5位哥哥都在吗？他们都在，不过他们都太激动了，没有做好和您见面的准备。今晚由我照顾你，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。新来的妹妹好像是个傻子。什么妹妹？我才不承认她是妹妹。老大，你怎么看？你们都疯了吗？竟然相信会有雌性喜欢我们燕西家族。没错，不会有雌性真心选择我们。请问什么时候开饭？饭菜已经准备好了，请您尽情享用。好吧，有的吃总比饿肚子强。我的房间呢？在2楼，已经为您准备好了。听说在爱中长大的孩子人格会更健全，所以5个哥哥应该不难相处。重来一世，幸福感满满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每天都是开心的一天。在开饭之前，请允许我向小姐介绍家家成成。你管这叫饭？好的。您有5位哥哥，第1位大少爷孟山君。孟山君曾经是帝国最有前途的少将，在与凶兽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，但是因为在战场上出现狂暴迹象，被诊断出精神力不稳定，被迫退役。大哥这么好看吗？不过精神力不稳定的直接后果就是失控。这位大哥
有点可怕。这是姐姐？家里不是已经有个雌性了吗？我最讨厌别人把我认成雌性。您的二哥金陵曾经帝国顶流明星，挥一挥射手山海考，人气高到比肩王室。后来在媒体发布会和粉丝互殴，被查出精神力不稳，全网封杀。和粉丝互殴，全网封杀？二哥的过去这么刺激吗？您的三哥韩少白曾是帝国医学领域众所公认的天才。您的第四位哥哥谢子玉成为一名黑拳手，打遍整个帝国没有对手。您的第五位哥哥白嘉礼，15岁那年在雄性学校食堂和同学发生争执，后被查出精神力不稳，被勒令退学。那申请领养程序可以反悔吗？当然可以，申请领养有1周的反悔时间。如果您觉得的家庭不适合您，可以在光脑上申请重新领养。我就知道。好了，散了。这个妹妹不会在我们家待太久，等她走了就当她没有来过。尤其是你，我可什么都没干。开玩笑，没穿越前，我的真实身份是现代社会一只小兔妖，勤勤恳恳修炼几百年，最大的本事就是会种菜。这个家庭5个哥哥，有4个的食谱上都有兔子。我怀疑自己不是系统分配给他们的妹妹，是系统给他们投喂的食物。换个领养家庭就好了，换那种牛啊、马啊、羊啊的家庭，大家都吃草，我也不用提心吊胆。管家先生，你在吗？五哥，是你吗？五哥，危险！不对，这栋建筑总共5层，也没有所谓的空中悬梯，所以眼前看到的一切都是幻术。五哥，这个游戏一点都不好玩，他吓我，我撸他，彼此都不吃亏。这对吗？好了，休息一会儿。真长出来了？难道是我眼花了？确实长出来了，是真的。大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可能只是一种巧合。要不然下楼看看。既然是休息时间，自然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二哥，这些都是你种的？嗯，前几天种的，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就长成了。挺好，我随便看看。二哥真鸡贼。生物的角度来说，这里的土壤营养匮乏，而且雨水酸性超标。除非一些变异的植物，大部分农作物都活不下去。那现在呢？你从生物角度解释一下。解释不了，也许只是一种偶发性情况，并不具有普遍性。哟，我们的大科学家也会这种话。我以为你怀疑科学，转投神学呢。要我帮忙吗？可以吗？当然。是这样做吗？轻一点，轻一点，小心别伤到根系。弟弟长大了，心眼子都多了。我来吧。这里的土壤容易板结，
就算植物暂时长出来，不及时松土透气的话，以后活不长。三哥真厉害，学得杂，略懂一点而已。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帮你调配一款营养剂，中和土壤酸选厩，不仅可以缓解土壤板结，还能补充氮磷钾。可以吗？多谢三哥。农活而已，谁想干？不下去吗？他们三个已经下去，我没必要过去凑热闹。大哥想下去就去呗，我觉得那个小雌性应该很喜欢大哥这样的。我看着，不让他们胡闹。没意思。好了，该回楼上继续锻炼。走喽！没想到你真的种出了植物，很厉害。其实我也就是试一下，不过还要感谢大哥及时给他们浇水。我们每天都要进行比较严苛的训练，这样才能保证精神值稳定。所以以后能帮上忙的地方不会多。给大家添麻烦了吗？没有，我的意思是，他们四个时间不宽裕，以后有需要可以来找我。哪有什么以后？我先走了。大哥，能不能不吃？你要是不怕精神值超标，可以不吃。知道了。恶心的，我才不吃。这么晚了，不去睡？这是你的特殊异能？害怕被人发现？那你很嗨，跟所有雌性都不同。可以这样理解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对外说，不管你以后留不留在这个家，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。大哥，在这里躺了这么久，腿不麻吗？麻。我送你回房间。太轻了，好像全身只有一把骨头。5个哥哥分一个番茄不合适，最适合的人选是大哥。能帮我喊一下大哥吗？大哥。熟了。这是第一个成熟的，我想送给大哥尝尝。
给我。谢谢。那我先走了。等等，4、5楼暂时不适合对你开放，因为有些治疗可能会影响到你。早上好，亲爱的小姐，你怎么出了一身汗？没什么，运动一下。这个妹妹看起来挺喜欢我的。小姐您……啊，我看这里地挺大，就想在上面种点菜，不然闲着也是浪费。我好歹是一个几百年修为的兔子精，有个灵智空间很正常吧？二哥，谁允许你在花园里胡乱种东西？我看地就这么荒着，觉得有些浪费。全拔了。等过几天长出东西了再说吧，说不定连芽都发不了呢。现在就拔，没有芽苗就把种子拔出来。活该！我讨厌拍照，谁让你招惹我？并不是我们排斥你。我知道了，不会介意的。所以加下联系方式，以后不用管家跑嘴。2哥、3哥、4哥、5哥，为什么有我的？其他的很快就熟了，以后大家都会有的。走了走了，想也知道不会有我们的。不错啊，大哥长这么大，总算有磁性给你送吃的了。好了，继续锻炼。如果这个世界灵力可以使用，灵植也应该能发挥作用。灵力说到底是一种能量，兽人能画出兽形和人形，和妖族修炼成人，极有可能是同一个道理。二哥死命，这是要攻击自己！快跑！老二，你冷静一下！没用的，二哥失控了，变出兽形，快速控制住他！精神值79%，还在往上，赶快给他打针！还能打吗？不行，再打二哥的身体受不了，会死的。二哥的精神波动太大，被检测器捕捉到，再不降下去，帝国卫队很快就要来了。不打针，帝国卫队来了，会将精灵就地灭杀。打针，他可能会死。大哥，怎么办？等一下，试试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药草可能会有用。我怎么了？最近是不是没有按时吃药？只有2天而已，我以为没问题。先回去。今天晚上谢谢你。没关系啦，举手之劳。我已经道过谢了，下次这种事还是我来吧。没有下次了，大哥。今天是他提交申请的第5天，再过2天他就要走了。55%以下，平稳，没有波动。这次的突发件是老二没有按时吃药，差点酿成重大事故。这次问题都是因我而起，差点连累大家。大哥怎么处罚我都可以。不过那个小刺性是从哪儿找的药，竟然能在短时间内让二哥的精神值降下去？
不仅是降低精神值，对二哥的身体没有任何损耗。我觉得这个小四性很不同。我是说，反正我们几个长得都不错，要不然色诱他呢？过来。嗷！她在这个家一天都是我们的妹妹，我不允许任何人对她有乱七八糟的想法，听明白了吗？大哥，我还未成年。回去休息吧，不揍你。会不会是系统 bug？ 不过听说除了线上申请，也可以线下申请。线下申请必须本人或者家属去。我们都在监禁期间，根本走不出家门。家属的话，多谢哥哥们陪我一起吃饭，前几天都是我一个人。抱歉，之前不太熟悉，我怕我们露面会吓到你。没关系，以后大家都熟悉了，每天都可以一起吃饭了。怎么了？是你申请解除领养关系出现问题了？没有收到回复，我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。其实我们也有个申请没有得到回复，不知是计算机系统出现问题，还是其他原因。是需要我帮忙吗？除了本人到场外，家人可以代为办理，但现在妈妈不在，所以能帮我们的只有你。好的，有什么需要提交的资料交过就行，明天我就出门。你真的愿意？去星球行政公安局需要穿越一大片沙漠。当然，毕竟你们都变出兽身让我撸了，我总为你们做点什么吧。什么时候？在你之后啊，那时候你们还都躲在楼上不愿意见我呢。大哥，没事。怎么了？苏氏家族掌管本地大小事务，包括矿产开发、政治选举、教育、医疗和司法等，可谓是76号星球的土皇帝。飞行器绕远一点，大家都会好受一点。可所有人都默认苏家有这个特权。好漂亮的雌性！哪家的？我7个儿子替我7个打听快，打开光脑直播，这波流量不浪费。这是申请资料以及5个哥哥这半年来的精神值测定数据。燕西家的，是，知道了。你好，燕西家的，是，怎么了？你跟他们什么关系？我是他们家刚刚领养的女儿，有问题吗？他们还真是不死心。回去吧，以后跟你无关的事少插手。等等，为什么让我回去？我替哥哥们办事，我们合法合规。你应该庆幸自己是个雌性，否则现在我已经让卫队把你抓起来了。你有什么资格抓我？我没犯什么法。小姐，我们走吧。她是苏家大小姐苏诗曼，也是在您之前我们家上一位领养的雌性。那有什么关系？她做她的大小姐，我办我的事儿，她没有权利干涉我。他们5个的线上申请没有回复，你猜是因为什么？是你，没错，是我。就凭我是苏诗曼，只要我一句话，我爸爸就可以让他们几个在家里关到老死。按照帝国规定，他们已经达到解除监禁的标准。那是帝国的规矩，在76号星球，一切苏家说了算。你能凌驾于帝国律法之上？疼死了。放心，我不会向上申报的。小姐，你真是太好了，我替2少爷谢谢你。三哥，受伤了。一点小伤。二哥演技臭，但人不坏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我偷拍他在前，我没想到他对镜头这么敏感。好了，所以你不打算计较二哥伤你这件事？那好，多谢。三哥，怎么了？
我受那么重的伤，我觉得我需要点心理安慰。想要多少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能不能变出兽形让我撸，让我看看？你以为我们兄弟几个和外面那些雄性一样，随时随地都会变出兽形来讨好雌性？能不能我都这样做了，你能拿我怎么办？鉴于你是外来的，我再提醒你一句，荒蛮星76号表面上帝国联盟成员，实则是我们苏家的后花园。苏家在这里的权力世代更替，只要不发生动乱反叛，联盟总部根本不会往这里多看一眼。你一个普通人想挑？家人们，他让我认清自己的位置，还说76号星球是苏家的花园，这种能公开说吗？什么直播啊？面向帝国联盟上百个星球的直播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我的事还办不办？如果我们的申请不通过，那就是苏家大小姐滥用权权，苏元纵容家人干涉政务。难道苏元帅也认为76号星球是他家的后花园？当然办理，我们的政务一向是公开透明的。小姐，请这边走，我们会重新帮您打印一个申票。当年他真的遭受到虐待了吗？怎么可能？3年前我们第一次领成功，5个少爷以及家主都很兴奋。家主把他的房间重新装修，全都换成雌性喜欢的颜色，还给他准备了1年4季的衣服，还有珠宝、鞋子等。5个少爷一直想要个妹妹，知道领养成功的消息后，他们把整栋房子都打扫干净。性子最暴躁的2少爷，甚至去很远很远的沙漠绿洲摘下漂亮的花装饰他的房间。那他为什么会告你们虐待？因为家有几个精神力不稳定的雄性，燕家族无法提供他想要的东西，他毫无征兆地向雌性管理委员会申请解除领养关系，理由是在领养家庭遭受虐待。帝国卫队闯进来的时候，他从楼上下来，浑身带着伤，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些伤是怎么来的。苏家站出来说会领养他，让他过上更好的生活，这件事对他们来说是双赢。苏诗曼也因此在苏家地位很高。底层人想往上爬，本没有错。可是5个哥哥呢？他们就活该成为他人生的垫脚石吗？今天多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们可能一辈子要被监禁在这里。没关系的，大哥，以后有什么需要都可以开口。大哥，如果我也解除领养关系，是不是会给你们带来很大的麻烦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。如果你不喜欢这里，想要离开，这是你的选择，我们不会怪你。他们也许真的很想有个妹妹。也许接连2次被雌性解除领养系，会让他们的口碑更糟，但他们不想以此牵绊住我。原本我这一世只想找个不起眼的家庭，安分守己地过完一生。眼前这个家庭显然跟计划不符，可是离开这里，确定其他领养家庭会更好吗？奇怪。雌性管理委员会位于首都星，统一管理全新星际的雌性，办事效率很高。按理来说不应该没有回复。睡了吗？吃了镇定剂，睡了。哪里冒出来的野丫头，竟然能把我女儿吓到这种地步？前几天穗雅表妹一觉醒来，忽然变得很不安，嘴里念叨着自己是重生的。上一世帝国从野外带回来一个未成年雌性，叫林可可，成为他圣祠之路上最有力竞争者，给他带来很多麻烦。所以他怀疑林可可会报复他。按照时间线，林可可这时候应该已经出现了，可他没有选择帝国抚养，而是选择私人家庭领养。你安排的那个家庭可靠吗？
姑姑放心，那个家庭上一次领养雌性，不到1个星期就把雌性打得鼻青脸肿，还是出动了帝国卫队才把她解救出来。这一次只要不取消领养关系，她根本活不到成年。而且那个家庭，姑姑也熟悉。哦，谁？燕西家。燕西，听说她生了5个儿子，个个精神力不稳，替时是最好用的一把刀。爱回不回吧。虽然哥哥们都是兽，只要我乖巧一点，懂事一点，应该也能活下去。居家监禁解除申请已通过。他们并不是荒蛮星的原住民，而是从首都星搬到这里的。5兄弟精神力接连失控，在首都星上造成很大的舆论恐慌。家主为避免别人打扰，才选择搬到荒蛮星。那正好给我用了。所以来的时候准备了充足的声控圣品，包括各种厨具和餐具。来了这里才发现用不着，根本用不着。哥哥们尝尝吧，我可不保证好吃。我好长时间没做了，可能不好吃。好吃，我尝尝，确实很好吃。几个哥哥平常的画风就是这样的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平常不这样。在沙漠居住，一定要做好防晒。原来护肤美容还有这么多门道。这是我自己研发的土壤营养剂，主要针对土壤板结问题。有学问就是好。那确实，二哥年轻时候多读点书就好了。可是二哥以前当明星也很厉害，我听说全星际都是你的粉丝。还行吧，也就是人气比天王氏，全星际雌性都为我着眠的地步。显然不会有雌性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。哼，你之前给精灵用的那种药还能种出来吗？可以，但不会那么快。慢慢来，有什么需要我们的尽管开口。对了，妹妹是不是还要去雌性学校？没错，三哥就是这样，狠狠教训他。那我不看了。老三，你铁骨铮铮的样子能不能多维持几秒？情况特殊，就当是为了他不告二哥。那我不客气啦。怪不好意思的，上来就摸人家屁股。可以了吗？这时还要去雌学校，我不知道啊。需要，所有未成年都要去学校接受教育，直至成年，这是帝国规定，是义务教育。小五也要去雄性学校，又不是首都星的雌性学校，这一世应该不会发生那些事。而且我现在有哥哥，上一世是身边没人引导，稀里糊涂的就进权贵们给他设的陷阱。现在有半个月的准备时间，等夏天过去，小五和老六就要开学了。能不叫这个绰号吗？醒了，过来。这些是哥哥们给你准备的新衣服，
你看哪些是你喜欢的？我？你和老五的，你也没说给老五准备，我以为二哥会准备。大哥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所以你们谁都没有给我准备新衣服。没关系，反正你的衣服多到穿不完。感觉没有爱了。体能课可以穿，没关系，一天穿一套，穿不完就扔。衣服嘛，有什么重要的？这就是顶流明星的底气吗？佩服。还有，既然是去上学，免包消费。未成年不能有自己的账户，但可以关联家属账户，用我的吧。那么多零，上辈子只能在古地球的成都市看到。不如用我的，毕竟当年太红了，一不小心就挣到了一辈子花不完的钱。巧了，众所周知，医生是高收入人群。不好意思，打黑拳也很挣钱。就我没有。大哥，我以前是上学的时候，你们也没那么慷慨啊。妈妈说雄性没必要花太多钱。帝国上的消费和古地球基本一致，也就是说我什么都没做，就有了一辈子花不完的钱。大哥，我的零花钱呢？每天来找我要，一天100星币。今天要出门吗？这几个人跟舞台走秀似的，这是要干什么？今天不热，带你去逛商场，准备开学要用的东西。我的衣服已经很多了。仅有衣服怎么够？上学要用到的东西还有很多。这就是荒蛮星，对有些人是地狱，有些人却是天堂。看一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，想要什么都可以买。好的，谢谢大哥。我是足够幸运，才能选中这么好看的领养家庭，每个哥哥都对我很好。这位小姐的发质真是太好了，一定是天生的吧？有句话叫沙漠里也能长出玫瑰，今天最漂亮的沙漠玫瑰就是您尊贵的小姐。骚话怎么这么多？好好干你的活儿，你话太多了。苏小姐驾到，闲人撤退。过几天要开学，给我做个最漂亮的发型。按照管家机器人的说法，苏诗曼是哥哥们发自心对待过的第一个雌性，他们一定很认真的爱过他，发自内心的想要做个好哥哥，哥哥对妹妹所有美好的期待。我们回去吧。哦，全都体现在苏诗曼身上，然后才轮到我。孟山君，这次让你们出来了，下次可没那么容易。这次和上一世不一样，又不是首都星的雌性学校，也不会遇到西亚公主，只要安分守己不惹事，我有什么可怕的？准备好了吗？嗯。那好，我们出发吧。我们哥哥们都去吗？当然，第一天上学是大事，我们陪你熟悉一下环境才放心。只是上学而已，我还以为让管家机器人陪着就行了。都让开，苏小姐到。不是说校门口不让停飞行器吗？哎呦，那可是苏家大小姐，谁能管住她？苏家的人气势就是不一样，
在76号星的地盘上，苏家就是权势的代名词。我去，这是超豪华改装款，谁这么有钱？而且还是3辆，不过是开学而已，有必要一下子开出3辆吗？他们家是有很多人要上学吗？为什么我们要开3辆飞行器？我的那辆在保养，不适合开出来。老五还是学生，没有自己的飞行氢气，所以只有3辆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明明1辆飞行器就够了，开3辆出来有点浪费吧？不管怎么说，气势是够了。那另外2辆是怎么开的？自动驾驶。真是一个个钱多烧得慌，当年我上学也没有这阵仗。那是谁开的飞行器比苏小姐的还酷？好像是燕西的5个儿子，他们放出来了。等等，我没看错吧？走在最中间的是一个雌性，是他们的妹妹还是未婚妻？麻烦让一让，别挡道，谁家狗不拴就出门。我知道我为二哥付出很多，你们不用感谢我。谁要感谢你？妈妈，吓死了！灵力，古地球灵力枯竭，到了这里，灵力竟然像空气一样满大街都是。上一世我放弃修行，甘心做一个等待雄性保护的小雌性，才落得那样悲惨的结局。这一世，我一定要继续修行，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有领养了新妹妹，他们怎么敢的？我去，果然是金灵！我超还他的暴脾气，谁懂？后面的是他弟弟嘛？哇，我喜欢那个戴金丝眼镜的，感觉特别斯文败厨。我喜欢老大，我觉得还是老大最沉稳可靠。等等，那个绷带怪人是老四，天哪，好有危险感！我喜欢弟弟，我觉得老五最有少年感。被这么多人围观并调侃，在他们以前的人生经历中肯定不常见。可是你们没发现这个家庭中最漂亮、娇软可爱的人妹妹吗？虽然我是雌性，可我真的好喜欢她。拜托，本来雄性之间的竞争压力就大，雌性就不要加进来了。不知道妹妹喜欢什么样的？我要是想认识她，希望应该很大吧。上一世在首都星的雌性学校，第一天入学也引起轩然大波，怎么在哪儿都低调不了？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大哥，好久不见，你们还好吗？我去，苏诗曼主动打招呼了。他们的关系好像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差。可是当初苏诗曼说被他们虐待，就因为这个，5兄弟中的老大老二才去坐牢的。这是世纪大和解的节奏，他们5个应该巴不得跟他和好吧？这可是攀附苏家的好机会。毕竟是第一个真心相待过的妹妹，就算中间有嫌隙，她也一定会原谅吧。而且大哥本身就是温柔宽厚的性格。谁是你大哥？什么？前面人多，你小心点。好。竟然无视他，我们走。放心吧，大哥，我你还不放心吗？就因为是你才不放心。不过是自带餐食，没必要这般在意。这里面该不会是简易代餐吃食吧？他平日里很少自带餐食，之前还听说上周1颗新鲜蔬菜就被炒到天价。
那你自己不会看吗？你从哪里带的这么多饭？当然是从家里。这么多菜，你知道在黑市上能要多少钱？不能让别人知道种出菜的事实，未免节外生枝。我们家有钱啊，说起来你也在那个家待过，你不知道他们很有钱。你要是后悔了，去找他们道个歉。当然他们是不会再认你当妹妹的，因为现在他们的妹妹只有我。大白天做什么梦？上一世我是在首都都星的雌性学学校接受教育，老师教的这些我都会。花园里的植物都经过登记，有些不能直接触碰，大家按课上讲过的规则来。第一天上课，还是不要和别人靠太近。这不可能，我这一世明明学乖了许多，不会让自己处于落单环境里。老师，你在吗？有人在吗？你想干什么？这里可是学校。是啊，这里可是学校。不过这里也是幻术空间，所以你的光哥是无法直播的。上次是我大意了，让你得逞，害我回家挨了一顿骂。本来我们无冤无仇，我想知道你和他们到底有什么恩怨。在领养之前，你应该不认识他们，就算不想被他们领养，完全可以找其他理由。动手！等一下，你们干什么？以后别那么高调。每年采摘花草不慎中毒的大有人在，刚转学过来的新生害羞内向，误尝了有毒花草，失去抢救时机。新闻稿都替你想好了，贴心吧？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，不想死的话就别动，拨打急救电话还可以抢回来一条命。按住他！你一点都不在乎同伴死活。如果他死了，自然是你害死的。你的意思是，只要能诬陷我，牺牲朋友的性命也无所谓？还是先送他去医院吧。对啊，再耽误下去，他会没命的。送他去医院，我们的计划败露了怎么办？你们几个愿意关禁闭吗？行吧，今天就给你们上一课，让你们知道敢这样做雌性。五哥，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好，过来。你怎么会出现？当初相处的时间太短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的异能就是幻术。在我面前施展幻术，属实是班门弄斧了吧？你不我对手，我不打小孩子。总要试一试嘛，万一你被我打趴下了呢？动手！五哥小心。得罪了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你哥哥都不叫了，也对，当初就不该对你这种狼心狗肺的雌性好。你敢侮辱我，你信不信？你还是关心一下你的同伴吧，他好像快要死了。起来，继续给我拦住他们，出了事就推到他身上。
四哥，谁是你四哥？听说你对我们家不满意，申请取消领养关系。不是不满意，是不满意就不满意，有什么不敢承认的？不过也正常，本来也没雌性会喜欢我们家。放心，是可以吃的。这个星球上肉食不多，这块凶兽腿骨是我珍藏的。为什么要给我？看着瘦巴巴的样子，没吃过什么好东西，给你补补。四哥，省得以后走了诬陷我们虐待你。谁是你四哥？我说了，我只是不想让你有诬陷我们的机会。等一下，四哥，怎么看不上？不是，四哥，你能不能让我撸撸？什么？就是撸撸蛇，我还没撸过，我很好奇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你以为我是三格，我会变出兽形仅仅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？这么大的人了，遵循自己的意愿都做不到，还要看别人脸色，咱连谁是小孩子？刚才去哪儿了？我们一直在找你们。老师，他中毒了，赶紧先救他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怎么会中毒呢？对呀，我记得这种植物的毒性第一节课就教导给大家，怎么现在还有人中毒？是他把摘来的毒草塞进陈倩怡嘴里，我们在场的人都看到了。没错，确实是他，我们亲眼看到，他趁陈倩怡不注意，把毒草吐进他嘴里。当时我们几个都在场。真的是你？你们要不要先对一下口供，到底是塞进去的还是吐下去的？总要有个统一的说法吧。细节可能有偏差，但陈倩怡中毒是因为你，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哦，那他是听从谁的指令才中毒的？你敢把事情经过都说出来吗？苏诗曼，你召集其他同学欺负刚转学的新同学，期间意外导致同伙中毒，这就是事情经过，你敢承认吗？老师，不是这样的，是林可可不认识毒草，陈倩怡想着她是新同学，可能了解的多，所以阻拦她。她却说我们看摘她的花漂亮，想抢走，两人起争执，林可可突然就把花揉成一团塞陈倩怡嘴里。那幻术空间呢？难道不是你保镖施展的？那是白嘉里，他是你哥哥，为了掩饰你的罪行才施展的。林可可，你和你哥哥要是害死了陈倩怡，陈家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不会吧？刚转学的雌性第一天就做出这种事儿，我感觉不像他，他明明看上去很柔弱。拜托，她可是燕西家的养女，别忘了他们是恶霸一家。他们是恶霸之家吗？我以前怎么不知道？不要跟他们做无谓的解释，我们走。好。谁呀？陈倩的家人，领头的是他母亲，星球卫生部长。后面那个穿军装的是他父亲，听说在星球卫队中担任要职。看来林可可要完了。谁是林可可？给我站出来！敢伤害我女儿，我倒要看看是何方神圣。没关系，五哥，我可以。殴打未成年雌性，你清楚后果吗？管什么后果？敢伤害我女儿，我要她付出代价！少跟他们废话，全都给我抓起来！你们说陈倩怡不会死吧？这可难说，那种毒草多厉害啊，以前没少毒死过人。如果陈倩怡没有抢救过来，会不会查到我们头上？我怎么跟你说的？要一口咬定林可的责任，我的话你听没听进去？听进去了，老大，我不说了。绝对不能让这件事成为我的污点，我还要凭借着6号雌性性学校的举荐名额，到首都星参与圣雌评选。学校来电话了，小五和少六因为意外伤人，被军队的人抓走了。什么？知道是谁抓的吗？
知道，受伤的女生叫陈倩怡，我在光脑上查过，她的母亲是星球最顶尖的医生，她的父亲是驻军元帅。能申请探监？不能，是军队抓人，不是警察抓人，不走正常流程。驻军权力很大，警方都不能干涉，得罪军方的人连埋在哪儿都没人知道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我们是个雌性，军方竟然把雌性抓进来，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做的？看什么？得罪了陈家，你们最好老实点儿。别急，他惹了元帅，后面有他受的。五哥，你放心，有我呢。我不怕，我是想说陈倩怡不知道能不能活过今晚。活不过算他倒霉。不过哥哥今天施展的幻术好厉害，那个保镖高手一招就被你制服了。那当然。其实有件事我们没有告诉你。什么？我们在加金是我们自己选择的，并不是被动的。我们是不时想让妈妈再担心，才选择在家监禁。我和4个哥哥都有些手段的。那2个罪魁祸首怎么样了？他们在军队的监牢里听候元帅处置。如果我女儿出事，我要让他们付出10倍、100倍的代价。陈倩怡是被那个新来的雌性欺负，才出了事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可是这里有我守着，你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。小姐出事，小姐出事，这段时间我和家主不在，你上上下下要多用心。是，家主您放心。你是谁？曾经是兵队的人，有什么需求我们可以慢慢谈。是对我的管理有什么不满，还是在军中遭遇了不公平对待？有过，但你也管不了。这里可是元帅府，你就不怕？里里外外的警卫，包括你的家里人都已经被我们控制了。你到底有什么要求？把我妹妹和弟弟放出来。你弟弟妹妹？林可可，是我。才不是为了讨好雌性变出兽性，只是考虑到她快走了，连蛇都没撸过，有些可怜。快点，我可没多大耐心陪你玩游戏。好的，好的。可以了。幸好我撸的不多，稍微过下手瘾就好了。你好，请问你是大哥？吓到你了？没有。我听管家说你在院子里种了些东西，这里的雨都是酸许，不管你种什么都不会发芽。这样啊。不要淋雨，再浇点过滤过的清水，中和一下酸性。大哥，你是听到下雨声，怕我的种子被腐蚀了，才特意下来看看的吗？睡不着而已。你哥哥的电话。喂，小六，老五和你在一起吗？在一起。大哥，你们呢？我们在陈倩怡家，他父亲说有事请我们喝茶。这群混蛋太过分了！我明明说了跟我无关，他们关我也就算了，凭什么威胁你们？大哥，你等着，我这就让他们把你放了。给我联系陈倩怡的母亲，我有事跟她说。我们元帅说了，有什么事问他。
时间再晚一点，你们陈小姐绝对命不保，你承担得起吗？这话说的，好像你能救她。反正以你们现在的医术也救不了她，对不对？说不定我就有办法呢。好，我帮你联系。小六他是不是误会了？他说什么都要答应，否则这场谈判继续升级。你们这是非法扣押！哼，你以为我们在做什么？他说什么都要答应。我再重申一次，你女儿中毒和我没有直接关系。你但凡教她好好做人，她现在也不用躺在这里。我知道了，只要能救我女儿，我以后一定好好教育她。和古地球世代灵修中毒的迹象差不多，既然灵植能压制雄性精神力失控，应该也能对付这个世界的毒草。你看什么？我这是救命的良药。你才多大，怎么会治病救人？你学过专业而系统的医学吗？你知道治疗中毒病人最基本的疗程吗？不知道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却说能救我女儿，你就是在耍我们，和你那几个哥哥一样。生我的气也就罢了，骂我哥哥算怎么回事？他们被他受夫请去喝茶，已经算是无辜被牵连了。你怎么？他是不是好多了？果然，这个世界和我之前所处的世界灵力是通用的。那就行，既然我救了你女儿，我提一个要求，不过分吧？当然不过分，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好，给你受夫打电话，让他放了我哥哥。你说什么？你受夫绑架了我哥哥，我要求现在就放了他们。他提要求了，让你放了哥哥。到底谁放了谁？为什么这个小恶魔能一脸无辜地提出这个要求？我当然可以放了他们，不过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能不能先让你哥哥放了我们？哥哥们不是被请去喝茶了吗？他怎么还敢来？陈倩怡怎么样了？不会还没醒吧？难说，那种毒草毒性很大的，我看悬了。陈家就这么放过他了？他们家可是恶魔之家，当初他们的家主燕西是主动选择流放到我们76号星球的，要不然现在还在首都星兴风作浪。唉，可怜的陈元帅，惹上他们也是倒霉。到底谁倒霉？我的5个哥哥都被牵连了，好吗？你竟然又回来了！是啊，不仅回来了，还安然无恙呢，让你失望了。你差点害死一个人，怎么好意思出现在这里的？以前我不想惹事，才每次都避其锋芒，但现在不行了，他摆明要挑衅我，我必须主动还击。陈倩怡已经脱离生命危险，很快就会苏醒，到时候要不要听听他怎么说？陈倩怡不可能苏醒，她中了那种毒，所以你也知道那种植物毒性很大，你就是看她中了毒，想把事情闹大，给我安一个更大的罪名。你们都是她的好姐妹，不过从陈倩怡身上也应该看得出她有没有拿你们当姐妹。你少挑拨离间，把她给我抓起来！在校学生的地位是平等的，
谁都没有抓人的权利，没有君王的。哇哦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法拉利，老了还是法拉利。凯斯斯校长，陈倩一和他父母在大礼堂等着，真相到底怎样，最好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。怎么会呢？这种毒草不是很厉害吗？理论上确实是这样，可是陈倩一命大，有一个神医从天而降，救了他的命。既然这样，那是好事啊。不过我还有事，就先离开了。别走啊！你跟陈倩一不是好朋友吗？她病好了，你怎么能不当面祝贺呢？好了，陈倩一，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现在可以说了。那天其实是个意外，对不对？我们闹着玩呢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陈倩一误食了毒草。当时我们在幻术空间里，反应不够及时，没有第一时间打急救电话。我是几个人中年纪最大的，这件事说到底也是我的责任。都怪我上课没有好好听讲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不足。不是，陈倩一，你考虑清楚。她都不在乎你的性命了，你还想拿她当姐妹？有什么委屈你就说，你是我们唯一的女儿，我们还能让你受委屈不成？是林可可把毒藏进我嘴里的。果然是他！如果是他的话，他一直闹着查清真相什么？这不想要锤死自己吗？这是他的障眼法，坚持着要查清楚真相，反而很多人以为他是被冤枉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那这个雌性挺有心机的。大哥，把妹妹带走吧，再留在这里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我去把小六带回来。等等，金陵，再等等。可是，相信小六的判断。你说什么？各位应该都听清楚了吧？陈倩怡说了，是林可可把毒草弄进她嘴里，害她中毒，所以你希望我当场丧萌，这样可以把罪名按到林可头上，彻底解决你的心头患。大哥就连否认都那么温柔，好会照顾人的情绪。好了，回去休息吧，离天亮还早。浇水就可以发芽了吗？其实，就算浇了水也不一定会发芽，就算发了芽，过不了多久也会死。这里是荒蛮星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大哥，能让我撸撸毛不？上楼睡觉去吧。好吧。像大型减压玩具。可以了。不至于吧？我只是撸了撸毛，怎么搞得好像占他便宜了？回去睡吧。是林可可把毒草弄进我嘴巴走里，那是因为苏诗曼唆使我们几个围攻林可可，想把危险花草塞到她那里。林可可挣扎的时候不小心把毒草弄进我嘴里，她当时就告诫我立马打急救电话，还可以捡回一条命。但是苏诗曼想让林可担上人命，故意拖延着不打电话，还不许其他人走出幻术空间，就等我断气。不是这样的，陈倩怡她胡说。在此之前，我一直都是你的好姐妹，难道我差点搭上自己的性命，就为了诬陷你？是呀，林可可刚来的时候，他们几个抱团排斥她。总不能说是陈倩怡和林可联手陷害苏诗冉吧？刚才那一刻，我还以为陈倩然会因为苏诗冉身边威胁而反水。倩怡，你说你是因为苏小姐才中毒的？对不起，妈妈。苏诗曼说她讨厌林可可，想让她消失，然后我们几个就听她的指挥，想要害林可可。我也没想到我中毒的时候，苏诗冉会完全不管我。既然这样，不如把案子交给警方，由警方去调查。兄长，苏家来人了，说要带苏诗曼走。就让他这么逃脱，我不甘心。让开！让开！欺负新来的同学，
对自己好姐妹见死不救，你真是不要脸！苏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儿？不愧是领养来的一级雌性，要不是背靠苏家，谁会多看你一眼？滚开！这里有你骂我的份儿！再敢多说一个字，派人把你抓起来！道歉。没关系，苏家权势太大，校长能当众公开真相，已经顶着很大压力了。我也没权利要求他做的更多。哥，你们怎么都在？他们不放心你，刚才一直在后台看着。大哥，你们和校长认识吗？我们在首都星就是老朋友了，我认识他们几个的妈妈燕西女士。还有这种缘分，多少生在76号星球的人想逃离这里，他却放弃首都星优越生活条件，只为让文明在荒漠上扎根发芽。我跟你们不能比，你们可是首都星鼎鼎有名的恶魔家族，他们当年在首都星都是很有名的人物，可以说从出生一直备受关注。校长过奖了。哪里是过奖，你们可不是上一代圣慈燕西的后人。上一代圣慈燕西？对呀，燕西是目前最有韩将的圣体，因为他的竞争对手是长公主。之前很多人看好长公主，没想到却是燕西拿到了圣体称号。原来我们上一世是见过面的。按照时间线，他们上一世并没有离开首都星，也就是说，我重生很多故事节点发生了改变。上一世哥哥们的结局都很惨，他们最后勾结叛军反叛，在北方形成自己的势力后被剿灭。如果这一世他们全都改变了人生轨迹，是不是就不会叛变，能安稳平淡的过完这一生？不过也正因为如此，你们5个也承受了很多不该你们承受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能让我知道吗？历代圣梯在民间都有很大的号召力，所以王室当然希望圣梯都出自自己家族或旧贵族家庭。旧贵族是保皇派，近年来崛起的新贵族崇尚民主制度，主张削弱王权。燕西以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雌性，她成为圣梯符合新贵族的理念，给很多平民雌性带来了希望，却对旧贵族冲击很大。所以她成为圣梯后，遭到旧贵族的仇视和敌对，更是被视为王室眼中钉。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，新贵族的5个大家穷最终和燕西联姻，生下5个儿子。王室虽然仇视燕西，但更想利用他的影响力，所以一开始采取的是怀柔政策，想让王子们和燕西联姻。结果燕西看不上，拒绝嫁入王室，反而选择5个新贵族家庭。这在外人看来岂不是打王室的脸？从那以后，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差，只剩下明面上的和平。这么复杂吗？我上一世纯纯爱闹，一心沉浸在和大王子的恋爱中，对外界局势动荡无我知。那我哥哥们被称为恶魔，也是王室的手笔？那倒不是，他们很小很小的就很麻烦，精神值一直在临界边缘。说说吧，陈家被绑架是不是你们做的？陈家绑？不是哥哥们被请去陈家喝茶？是我们。你们4个绑了陈元帅一家？本来应该有我的，可惜我和你都被关起来了。这是什么很值得骄傲的事吗？我知道你很崇拜哥哥们，不过小事一桩，不值一提。我没有，我不是。二哥，你不要胡说。因为当时你和小五被关起来了，我们投鼠忌器，只和成员友好谈判，并没有造成很大的轰动。三哥，你没过瘾的样子真是让人崩溃啊！我加入的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庭？感觉好像这一世也会反叛呢。他就是李林可。哼，都到齐了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
能吧？小五，大哥，那个瓷好像种出东西了。怎么可能？你要是想下楼玩。